SK 集团出售 T1 经营权，康卡斯特有望接手。韩媒首尔经济发布 Faker 军团 T1 启动经营权出售，美国康卡斯特有望接手一文。原文翻译如下：以 Faker 李相赫选手为核心，拥有全球粉丝群的世界顶级电竞战队 T1 已启动经营权出售事宜。由于最大股东 SK Square 与第二大股东美国康卡斯特之间相互持有的股份优先购买权将于年内到期，目前双方正在就康卡斯特收购 SK Square 所持股份的方案进行讨论。31日，据投资银行 IB 业界消息，T1 母公司 SK 电信 CST1 的最大股东 SK Square 持股55.4%，与第二大股东康卡斯特持股34.3%，已开始讨论经营权出售事宜。SK Square 与康卡斯特拥有相互的股份优先购买权，业界普遍认为康卡斯特收购 SK Square 股份的可能性较高。康卡斯特是 NBC 环球的母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有线电视运营商和美国第二大互联网服务商。价格是关键。美国经济杂志福布斯以2022年为基准，将 T1 的企业价值评估为约2900亿韩元。以此计算 ，SK Square 所持股份的价格约为1600亿韩元。但在时隔3年的当下，实际出售价格可能会大幅度超过这一数字，因为 T1 的销售额在2023年和2024年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净亏损规模也有所缩减。对其企业价值进行重新评估的因素非常充分。有观点认为 T1 的企业价值可达5000亿韩元。在此情况下 ，SK Square 所持股份的价值将升至2770亿韩元。预计最终出售价格将在 T1 不稳定的财务结构与未来成长性之间的激烈博弈后确定。如今的 T1 诞生于2019年 SK 电信与康卡斯特的合作。2021年。SK 电信实施人事拆分后 ，T1 的最大股东变更为投资专业公司 SK Square。此后 ，T1 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根据2024年底的合并审计报告 ，T1 去年的销售额为509亿韩元，较2023年的345亿韩元激增47.5%，与2020年132亿韩元相比，增长了近4倍。尤其在海外市场的表现尤为突出，除北美外的亚洲市场销售额从2023年的25亿韩元增至去年的76亿韩元，增长了3倍。同期欧洲市场销售额也从8亿韩元增至19亿韩元，增长了2倍多。IB 业界的一位相关人士表示，这样的全球收益结构证明 T1 已超越韩国本土，在全球市场建立起了具有影响力的强大品牌。这对康卡斯特这样的全球媒体企业来说颇具吸引力。不过，盈利性的确保仍是需要解决的课题。T1 自成立以来，从未实现过年度盈利，去年也有92亿韩元的营业亏损。这是由于维持世界顶级水准的选手阵容产生了巨额费用。根据审计报告，去年仅战队运营费用一项就支出了247亿韩元。其中包括选手的高额年薪和训练设施运营费用等。据悉，仅 Faker 李相赫选手的年薪就超过70亿韩元。这种长期的亏损结构严重恶化了财务健康状况。截至去年底 ，T1 的负债比率高达2126%，从2023年底的274%在1年内飙升近8倍。这被解读为财务风险大幅上升的强烈信号。当然，也能看到一些积极信号。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规模从2023年的130亿韩元降至去年的63亿韩元，缩减了1半以上。这意味着，尽管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但最大股东承担的亏损规模大幅减少。这可以被解读为随着销售额的快速增长，抵消了部分固定成本压力。这是财务结构有望改善的积极信号。IB 业界的一位相关人士表示，
正在推进资产重新平衡的 SK Square 与康卡斯特在年内将达成何种协商结果，值得关注。这将取决于双方对 T1 价值的评估。最后，不管这次的谈判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 Faker 的合同。他已经和 T1 电竞俱乐部续约了4年，俱乐部股权的变动并不会影响他的现有合同和薪资。值得一提的是， T1 电竞俱乐部最近公布了他们的全新赞助商名单，由沙特王储投资的红海全球公司 Red Sea Global， 目前是 T1 的第1赞助商。这也是 T1 有底气续约4年 Faker 的原因，因为沙特王储是真的有钱。红海全球公司也是电竞世界杯的资金来源。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